蓝湛，快来这边！带着小辈们除完岁，蓝忘机他们又路过一个镇子，镇子里似乎有什么热闹事，街上的人格外多。哎，大爷，今天是有什么喜事吗？魏无羡好奇地问。老大爷看到俊朗的魏无羡，笑得很慈祥，耐心地解释：今天是我们镇1年1度的戏剧节。戏剧节？对。老大爷继续道：戏剧节这天，各个戏班子都会在镇子中央的戏台上表演排练好的戏剧。听到这儿，魏无羡立马回头看蓝忘机，眼巴巴的，仿佛在说好想看呀。蓝忘机宠溺地看着他，启唇道：明日再回。魏无羡的脸上瞬间绽开一个大大的笑容。一旁的老大爷笑眯眯地继续道：这位小公子长得这么俊俏，可以考虑去戏班，肯定有很多姑娘喜欢。戏剧节还会投票的，哪部戏剧票数最高，今年一整年可以出演的机会就最多，挣的钱也就最多。看小公子的长相，会有很多戏班争相抢夺的。喜欢抢夺？韩光俊依旧面无表情，浑身却散发着冷气。他礼貌地对着老者行了个礼，拉着正听得津津有味的魏无羡离开了。蓝湛，我还没问完呢，我们也去投票吧。魏无羡兴致勃勃，不忍心扫他的兴，蓝忘机还是带着他去了戏台那里。只不过看完一场后，就不顾那人的挣扎，强行拉着人离开。临走前，还嘱咐蓝思追他们别太晚回客栈。进到房间了，魏无羡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蓝忘机在想什么，瞬间笑了，揶揄道：韩光俊这是怎么了？我还没看完呢，你看这个戏剧节的戏多新颖啊，没有唱腔，台上也都是念台本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这样的形式呢。难怪大爷说我也可以去戏班。他托着腮，朝正在为他倒茶的蓝忘机挪了挪：要不我去试试吧？老伯说了，演得好的话能挣好多钱呢，我也可以补贴家用。蓝忘机将茶杯放到魏无羡嘴边道：来，喝点水。喂完水，又给人擦了擦嘴后，蓝忘机这才看着他道：新颖，试试，补贴家用。每说一句，他的眼神就暗一分。等魏无羡反应过来想要逃走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，被蓝忘机拦腰抱起，压到了床上。那人手一挥，床帐落下，一世春情。魏无羡累的第二天都没醒，是在蓝忘机怀里回的云深不知处，全身被斗篷裹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一张小脸，依偎在蓝忘机颈窝，睡得香甜。回到云深后，魏无羡心痒难耐，一直想着戏剧节的事，好想办一场。云深平日里太过清静了，偶尔也需要些其他声音嘛。他说干就干，央着蓝忘机去求叔父和兄长。蓝启仁因好奇他所说的新式戏剧，便答应了。排练就这么轰轰烈烈提上了日程，一同外出的小辈们也是激动不已，迫不及待的三三两两的组团挑选剧目。魏无羡兴冲冲的拿着自己写好的剧本，对蓝忘机道：我们来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吧。二哥哥，你演祝英台。蓝忘机修长的手指捏着剧本瞅了半天，微蹙着眉头：这个故事不好。哎呀，哪有，双双变成蝴蝶了，多浪漫的。他才不承认自己是缠蓝忘机女装呢。可魏无羡很快就知道了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魏婴，蓝忘机神情严肃：你演祝英台。不。魏无羡拒绝得很干脆。蓝忘机思索了一下，抛出了诱饵：今晚不天天。魏无羡纠结半晌，讨价还价，明晚也不要。成交。蓝忘机答应得很痛快。大意了，早知道应该再连带着后天。二人的排练很费劲，找来演配角的门生们都演得很顺利，可蓝忘机这里频频出状况，原因无他，韩光俊一张清冷的脸，没有任何表情，让人实在无法入戏。后来魏无羡也不勉强了，顺其自然吧，故事够精彩就好，反正都是第一次。表演那天，云深不知处难得的热闹非凡，教场中央临时搭建了戏台，连厨娘们都搬着小板凳坐到台下，大伙心中都好奇不已。各种剧目都没有令人失望，蓝思追和蓝景怡他们选了《白蛇传》，二人还用床单裹在腿上当蛇尾。蓝景怡在滑动的时候不慎踩到了，直接摔得趴在了地上，惹得台下众人不禁都捂着嘴笑。很快轮到了蓝忘机和魏无羡上场，前面都演得很顺利。蓝忘机饰演的梁山伯病逝后，他便站在后台继续看魏无羡表演。祝英台身着红色嫁衣出现的瞬间，蓝忘机眼中溢出满满的爱意。排练的时候没有带妆，此刻的魏无羡
脸上略施粉黛，长长的墨发挽起，头上插着步摇金钗，华丽的嫁衣衬得她整个人明媚动人。蓝忘机一时看得呆住了，她的少年永远都是最美好的存在。更难得的是，虽是身着女装，但却妖而不艳，媚而不俗。她觉得自己真的是爱惨了台上的这个人。路过梁山伯的坟墓，祝英台再也控制不住，摘掉头上的装饰，脱下嫁衣，露出素白的长裙，眼里的泪也汩汩流下。纵使知道他是在演戏，可蓝忘机还是止不住的心疼。许是正式演出的时候，台上的道具都太真实。魏无羡看到那墓碑时，脑子突然嗡的一下，不由想起当初蓝湛听到他身死的消息时，是不是也是这般绝望？他的脸色蓦地变得惨白无比，脸上的妆容都无法掩盖。魏无羡一时只觉得头脑发晕，身形晃了晃，直接跪倒在地。他不敢想象，如果蓝忘机不在了，自己会如何？眼前的墓碑开始模糊，明明梁山伯3个字那么大，在他眼里却开始扭曲，渐渐变成了蓝忘机。魏无羡害怕的全身发抖，就连嘴唇也跟着颤抖不已，嘴里低语：“别，蓝湛，别死，不要！”台下的人看得入神，小辈们更是佩服不已。魏前辈演得真好。就在大家都为魏无羡的演技感慨时，蓝忘机却敏锐地觉察到不对劲，他顾不得其他，直接跃上台子，奔到魏无羡身边，半蹲着把他搂进自己怀里。魏婴，魏婴！蓝忘机心焦，怀里的人儿身体冰冷无比，整个人失了神，连目光都有些涣散。蓝忘机向着蓝启仁和蓝曦臣的方向微微点头示意后，便直接抱起魏无羡回了净室。魏无羡醒来时天都黑了，头昏脑胀的，呆愣地看着天花板，分不清今夕何夕。床边的蓝忘机一颗心终于放下，把人扶起靠在自己怀里，摸着他仍旧微凉的脸安慰：“魏婴，好了，没事了。”魏无羡扭头埋进他胸膛，声音闷闷的：“二哥哥，对不起。”不等蓝忘机开口，魏无羡就又急切的道：“我知道你不喜欢听，但这次我必须说，那13年，对不起。”蓝忘机眼眶发涩，他把怀里的人扒拉出来，捧着他的脸，轻柔地吻去他眼角的泪水，柔声道：“不是你的错，而且，魏婴，你现在在我身边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”又抱了一会儿，魏无羡直起身子，眼尾依旧红红的。他看着蓝忘机，认真地问：“所以今天的戏剧哪一个赢了？”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。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